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一篇渣打银行的文章，几个财经网站纷纷转载，预测了2021年8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，而且每件事都有可能造成2021年的大崩盘。它的预测最终导向一个结论，那就是2021年的金融市场将动荡无比。在经历了2020年之后，我觉得什么样恐吓言论都不容易吓倒人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个 Robertson， 主要是从他提的几个观点作为话题，我们自己思考一下美股、外汇和原油有没有可能出现大幅回调。想明白之后，心里就有数了。在节目的后半段，我们来说一说 AIV 为什么跌了 87%， 不要上当，不要抄底哦。那节目的最后，我还会说一下今天的账面交易情况。现在赶紧订阅阳光财经，然后我们马上开始瞎扯吧。预测2021年8大崩盘事件的这位渣打银行全球研究主管 Eric Robertson， 199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，获得学士学位。普林斯顿那是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，常春藤盟校的成员，美国第4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，教育背景还是比较牛的。他在渣打银行已经干了6年，目前在新加坡，之前在德意志银行证券和万世资本等证券机构从业多年，可以说在资本市场的经验还算比较丰富的。他每年都会发布一些所谓非零概率的惊人事件，今年一口气提出了8个，其中包括拜登辞职、美元崩盘、原油崩盘等等。那我们先说美元会不会大跌。对于华人来说，最关注的一个货币对无非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了。我们之前有提过，人民币贬值要换3种保值资产，分别是黄金、房产和美股。在2020年里，人民币并没有贬值，而是升值，这一点阳光财经之前的预测那是失误了。年内最大的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了 9%， 所以如果把人民币换成美元，在2020年是亏的。但是买入3个保值资产呢？你看，黄金和美股在2020年分别上涨了 20% 和 15% 以上，而核心城市房产的涨幅毛估也是超过 10% 了。所以即使2020年是人民币兑换美元投资，也是盈利的。我个人觉得，我在5月份提出把人民币换成黄金、美股、房产还是有用的。那么2021年渣打银行报告认为，美元将进一步大跌，人民币要升值到6的水平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根据中国海关的进出口数据，截止10月份，季度调整后的出口同比增长达到 14.5%。疫情并没有阻挡中国出口创汇，原因是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下降，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，而主要进口国家需求修复性增长。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，并且在拜登上台之后，类似川普在外贸领域极限施压的手段将不再存在。中美两国关系有可能缓和，而缓和的标志是贸易上摩擦减少，汇率上不争相贬值。那么渣打银行 Robertson 认为人民币汇率要升值到6的水平，论据就是中美关系。渣打银行是英国的公司，在亚洲的业务集中，理论上不会有地区偏见。我个人是比较认同人民币稳中升值的观点，这对外资投资中国的股票也会有所提振。那么相对人民币贬值，就是美元的贬值。渣打银行不但认为美元对人民币要下降，而且认为美元对其他货币也要大幅贬值 15%。 理由有2个，一个是财政部放弃强势美元政策，另一个就是拜登辞职。第一个支持美元贬值的理由，如果财政刺激方案没有通过，新的财政部长耶伦将会通过压低美元汇率来缓解困境。至于拜登当上总统的故事这么曲折，换做别人当选，当场就开香槟了。他当选可是左等右等，到手不易的东西，怎么会轻易辞职呢？虽然其他国家首脑辞职的也不是没有发生过，
但是现在由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提出这个预测，确实特别有意思。拜登从政策变数上和个人情况来看，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。全球头号大国首脑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当然会地动山摇。渣打银行强调这是个非零概率事件，毕竟除了太阳从西边升起是零概率事件，其他的什么事儿那都是非零概率呀。财政方案难产和拜登的不确定性将在1月份实现解决和落地。至于拜登以何种姿态上台，又会发生什么变数，这只能留给2021年的金融市场去解决。只要市场不崩盘，那我都认了。这篇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原油的判断。他认为欧佩克将不会团结，成员国为了解决自己的财政压力会放弃供应配额，减产的合作将会瓦解，从而原油将暴跌到$20。我们知道原油暴跌实际上对美股是高度影响的，在上一次原油崩盘时，美股也经历严重的股灾，所以既然分析师提出原油在2021年又要崩盘，我们也要关注一下。实际上欧佩克减产挺油价一直是2020年在干的事儿，而2021年可能也是要 hold 不住了，因为一方面油价已经悄悄地涨了上来，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都财政缺钱，不卖油怎么过日子？油价低迷的时候，产油国觉得没意思，大家联合减产还说得过去，油价一反弹，各个盟友就开始各自要打起小算盘来了。那么如果继续减产的协议无法达成，2021年原油又要过剩，每天过剩150万桶以上，所以油价即使反弹也不要看得太高，崩盘与否还取决于欧佩克和俄罗斯最终是否继续减产。在油价这上面啊，供需决定价格的天平更多的是取决于供给端。我的观点是，只要油价继续反弹，联合减产就比较难达成一致，从而引发崩盘。如果油价温和调整，减产还是会进行下去。对于原油黑天鹅风险，既然2020年已经经历了一次，预计2021年不会再对美股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但对于那些能源股来说，反弹是应该的，毕竟调整这么久了，而能源股作为周期性行业，不要指望长期持续上涨，高抛低吸就可以了。当然能源股的股息率很高，拿着收股息不失为一个策略。我自己不买能源股的原因是，我觉得股息不太能满足我的收益预期，同时周期性行业需要做波段，做起来有点辛苦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只今天看起来被大屠杀的股票 AIV， 直接打了1折。很多在我电报群里的朋友就问了，能不能抄底呀？这东西突然间打了1折，非常便宜了，抄底博个反弹，哪怕是最后从打1折变成打3折，那也能翻2倍呀。且慢，跌 87% 根本不是真的，别上当了哦。首先这是一只 REIT， 也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。我们讲过啊 REIT 它就是个包租婆公司。REIT 因为要把 90% 的收入全部分配给股东，还要再花掉一些行政费用，然后自己就没剩多少闲钱了，所以 REIT 要在经营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要折腾资本运作来给自己弄点钱。而这只 AIV 是在搞分拆啊，而正好这周又是标普成分股要踢人的时间，好给特斯拉腾出位置。大家都知道下周特斯拉要挤进标普500，有人进就得有人出，所以谁要被踢出去自然就备受关注。本来我在想哪只亏损的公司要被踢，结果这只 AIV 先被剔除出成分股了，理由不是亏损，而是因为分拆。怎么分拆呢？代码为 AIV 的公司叫 IMCO， 今天执行一分为二的动作。原来的 AIV 公司今天拆分成2个公司，一只还是 AIV， 而另一只呢叫做 AIRC。以2020年一季报的总资产为基础，新的 AIV 公司分得了 10%， 而新的 AIRC 公司分得 90%。 哦，原来是分家产事件啊！老玩家被2个小玩分了家产，王小一分了 10%， 仍然叫老玩家，王小二分了 90%， 自立门户去了。这样的话 AIV 已经不是昨天那个 AIV 了，它只剩下原来的 10%。 我们买股票是买公司的一个份额，公司变成原来的 10%， 那股价还不得变成原来的 10% 嘛？所以打1折是非常正常的。
原来的投资者可没有亏钱哦，他的账上多了一只股票，叫做 AIRC。这只 AIRC 今天一天波动不少，居然在软件上显示涨跌幅为0。原来一股 AIV 现在等于 AIV 加上 AIRC。原来的一股 AIV 持有人可以获得一股 AIV 和一股 AIRC， 所以两只加起来是多少呢？昨天的 AIV 是 40.34 元，今天的 AIV 是 5.17， AIRC 是 39.21， 加起来是 44.38， 比昨天还高出了 10% 呢。所以光看到 AIV 大跌了 87%， 就觉得是便宜货，大举抄底，那是不对的。这只是数据处理上的问题，持有股票的人并没有真的亏损这么多啊，他账上加上新股票还是盈利的呢。那为什么 AIV 会被标普踢出指数呢？因为公司分拆完之后，股票的市值剩下了6亿多，根本不符合标普成分股的低门槛了，所以这家公司不是亏损，而是变得太袖珍了，而被踢出了成分股。那么 AIV 并没有因为被踢出去而暴跌，账面大跌的原因是分拆而已。一只6亿市值的小股票不值得我们去买入，它也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反弹了。最后简单过一下我的持仓情况，今天没有交易，早上还赚了几千，那下午就亏回去了。到了收盘的时候，整个账户盈利不到2000。今天苹果大涨，我原来是有苹果正股的，后来因为手痒，把正股换成了 sell put， 企图多赚点权利金，结果就这么的把苹果卖飞了。期权自然是有盈利的，但今天看苹果已经突破平台整理，继续形成上升趋势，基本确定了。有时我们做股票，不动比动来动去要好，因为好股票一涨起来就上不了车了。今天重仓股英伟达继续震荡，没有破位，也没有给我减仓的机会，打算继续持有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请您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